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46分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啊，本频道讲的是标准化交易、职业交易啊，不是所谓的专业交易。中国足球专业踢球，专业输没有用啊。职业交易意思是你得靠这个谋生，能稳定的持续盈利。所以本频道讲的所有的交易策略都能成为投资建议啊，交易的建议。那什么叫标准化交易？我们讲的是市场未来的预期、可行、可能性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要这样应对；如果是那样，我们那样应对。这个叫应对。想要有这样游刃有余的应对，那你就得复盘，管理你的情绪，分析市场的盘面、大的宏观经济、微观的动态，你的心理把控等等等等一切啊，包括每一个不同的这些投资标的当中，它的属性、它的价值、它的风险，分成3块。第一块它就是远期预期，第二对冲风险，第三合理的杠杆应用啊，也就是这几个基本要素。那我们想把这些上述的问题搞清楚，实战应用好，那需要很长时间的系统性的训练啊。那好，我们回到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，我们看目前的情况啊。这个是刚才我录视频之前截了一张图啊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做的多单，然后持续拿着，目前走到稍微有一点尴尬的位置啊，它有可能下来，也有可能继续向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之前的止损位可以抬高到哪儿？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沿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也是密集的，这个位置也是密集的成交量密集区啊，也就是价格成交量的密集区啊，在这儿产生了很多交易，所以这个位置是关键位。那么好，如果这个位置能支撑住，我们还是继续看多向上啊。抱歉啊，连续几个电话进来，所以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做多啊，除非是破位的话，有可能形成通道型的 ABC 或者是 WXY， 这个我们需要看更长的时间周期，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，然后再继续向上啊。但目前看，现在可能直接上去的概率更高一些啊。不要管这个世界政经局势如何动荡，不重要，再动荡，这个 K 线当中完全都给你反映了出来。如果要是那么动荡，美联储连续第3年没有降息，然后有俄乌战争、以色列战争等等中美贸易战，长期动荡的环境下，无论是资本市场的股市、全球股市，典型的美国、日本、德国这些个国家，它怎么可能有这样好的上升？往往很多时候市场的舆论、消息面跟市场真正走出来的 K 线是相反的，不是一定美联储持续加息，正常来说流动性差，市场应该是往下跌才对啊，不是，这恰恰证明什么？市场能扛得住美联储的加息，美联储也是认为能扛住，所以继续加，
美联储真要是降息了，反而证明什么？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了啊，所以它需要降息缓解压力，释放流动性来扩表，来刺激这个资本市场。现在比特币也是同理啊，它已经走到了历史高位，然后这个位置没有放量，证明什么？主力大概率没有抛盘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山顶还没走出来，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谨慎的布局现货，重仓不建议啊。那具体点讲，这个位置还是10.0500下方止损，继续看多为主啊。比特币讲完了，那接下来是黄金。黄金连续的多单止损，多单止损，它给了一点完了就掉下来，一直是阶梯式的啊。那现在典型的底背离，然后多单拿住，现在上边又有一个趋势线，下降通道的一个趋势线，这个下方做止损，继续看多啊，非常明确啊，没有什么涨或者跌两种。有两种可能性的时候是需要进场时机你来赌，那个时候真是赌，看运气。但是为什么不叫赌？有限的止损是一定跟着的啊。我们确定要是错了的时候赔这些钱，所以我这一套讲的全是标准化交易的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东西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听，好好实践。但凡来交易修行成长驿站的，你就把心踏实下来，这边不做带单，也不做任何引导，只会分享一些相关区块链的一些动态，完了好的一些项目我会推荐，但是至于买不买参不参与，那是你个人的行为啊，跟本频道无关。我只是觉得，比如说像最近我推了一个叫 STO Chain， 这个是实物资产通证化韩国的一个项目，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什么叫 RWA， 什么叫实物资产通证化。简单一句话总结，过去的公司项目 IPO 上市，现在的项目呢，通过严格的监管把控，然后上链，这样有助于流动性的增加等等一系列的好处。所以本频道主要还是交易成长，这个是关键词啊。然后其他的区块链领域的相关一些好玩的可能会推荐到大家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